我20岁生日的前1个月，父亲拿出京北4大家族的嫡长子资料，让我选一个联姻。我想都没想，就选了裴昭隐。举座皆惊，偌大京北，谁不知道霍家独女霍颖从小就是顾承彦的究极舔狗？只有我知道，我前世如愿以偿嫁给了他。可世纪婚礼第2天，他就告诉我，父亲资助的小白花才是他的心上人。他当众宣布，以后跟我只有夫妻之名，与他才是夫妻之实。谁知第2天去接小白花时，对方却留下一封绝情书消失了。他铁了心认为小白花是我逼走的，视我为终生仇敌。他1周换一个情人，堂而皇之的带到我面前亲热。每个女人身上都有小白花的影子。终于在他正式接管霍氏那天，我惨死在一场意外车祸。这辈子重生后，我决定换个人嫁，不再沾染他分毫。可听到我的决定时，堂堂顾家太子爷却变成了疯子。哎，霍颖怎么也来了？行啊，顾少，他追你都追到伦敦来了，隔了10万8千里也追来，舔狗变赖皮狗了。油腻刺耳的调笑冲进耳膜，我冷淡回头，顾承彦脸色微沉，皱眉问我：“你来干什么？在京北没皮没脸跟着我就算了，还追到伦敦来？”他板起脸训我：“你好歹是霍家独女，连矜持都不知道吗？”这看似正义，实则嫌恶的表情和语气，上一世我看了10几年，再熟悉不过了。在人前还强撑着，回家就无助的哭，不停反思自己到底哪里不好，才不讨他喜欢。可现在我只是淡漠丢下一句：“我爸让我来这儿拍件珠宝当20岁生日礼物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。”顾承彦没想到我会是这个态度，愣了愣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他身边的兄弟都炸开了锅。霍老太爷的遗嘱，霍颖会在20岁在4大家族嫡长子里选一个联姻，那人以后会全面接手霍氏。4大家族祖上都靠霍家发的家，这跟皇帝赐婚有什么区别？顾承彦眼神一动，余光微妙地瞥我一眼。霍家可有商业帝国，同时接手霍氏和顾氏，这是要称霸京北啊！顾少，苟富贵，勿相忘，可要提携兄弟。恭喜顾少，贺喜顾少！一帮人庆贺连连。我只冷眼看顾承彦，他神色没太多变化，但以我对他2辈子的熟悉，还是捕捉到了他眼底一闪即逝的喜悦。好了，一切听霍先生的安排。顾承彦脸色稍霁，施舍般对我说：“来就来吧，不过离我远点，我是来工作的。”突然，他凑近我低声道：“我必须要在婚礼当天就把小荣接回家，你敢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拒婚，让你永远得不到我。”我心脏骤缩，原来他也重生了。承彦哥哥，酥软好听的声音打断我的思绪。顾承彦冷冽的脸瞬间溢出柔情：“你倒时差不舒服，怎么不再歇会？我听说小莹姐也来了，我怎么都得来打个招呼的。”宋小荣白着脸向我笑笑：“嗨，小莹姐，你别误会，我这次是顾总的助理，跟他解释什么？”顾承彦把他拉到身后，冷冷看我：“我现在跟他还什么都没有，你身体最重要，其他的都可以放放。”口口声声责备我不矜持，可在宋小荣这儿就都可以放放。拍卖会上，顾承彦大手笔拍了3件珠宝，惹得宋小荣惊喜的娇笑连连。我却直到结束都没看到中意的，正要离开，拍卖师却神秘地笑着，又亮出了一枚古董戒指。懂行的看一眼就知道，它价值连城。我第一次坐直了身体，可没等他介绍，顾承彦就举了牌子：1亿。顾总，抱歉，英镑。我看过去，顾承彦冷冽瞥我，宋小荣正尖叫着亲他。抱歉，顾总。拍卖师笑着看向我：“这是霍小姐的，可明明是我们先叫价的。”宋小荣不服气：“这是霍先生准备的，非卖品。他说霍小姐眼光高，前面都看不上的话，这个应该勉强可以。”工作人员恭敬地把戒指送给我，躬身说：“预祝霍小姐生日快乐。”宋小荣的脸更白了。顾承彦圈住她的细腰，眸中卷起风暴：“霍颖，你再这么欺负蓉蓉，我一定拒婚。”这威胁放在前世很有威力，可现在对我来说毫无存在感。从伦敦回京北没几天，我受邀替父亲参加他合作伙伴的生日宴，送完礼物去拿食物时，才看见顾承彦正在给宋小荣泡中药。他说着什么，严肃的神色里带一点宠溺。宋小荣甜蜜地靠着他，旁边的人见我来了，都兴奋地露出吃瓜的表情。顾承彦也看见了我，却装没看见。看宋小荣吃完药苦着脸，咬下一颗阳光玫瑰，凑近了他。宋小荣羞怯地衔过来，眼里已含了一汪春水。顾承彦站直了身体，似不经意地瞥我，大家都向我看来。我心里暗吃，他以为我还是那个一点就炸，害怕哭了会惹他不高兴的霍颖吗？我只垂眼吃东西，一点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顾承彦怔了怔，
随即眼睛微眯，总算明白矜持大方点才能讨我欢心了。不错，他在怀里拿出了个小盒子，打开，问宋小荣：“好看吗？”啊，那是顾家提前准备好，要在霍影生日时送他的钻戒，这钻石太美了。宋小荣眼睛亮了亮又暗淡，强笑道：“程燕哥哥对小莹姐真好啊，喜欢就送你了。”顾程燕毫不顾及旁人的惊诧，把钻戒戴在了宋小荣无名指上。宋小荣故作为难：“这不好吧？毕竟是顾家给小莹姐的，不过就是个戒指，她想要我再买就是了。”顾程燕的眼神冰冷地刮过我，叫来侍应生：“去，在某团叫个戒指送来，要快点，不然霍公主可要不高兴了。”身边传来痴痴的笑声，我木然嚼着东西，眼里没有一丝情绪。这就是我曾紧追着、捧着一颗真心求他爱我的人，但他视我如婢女。有一次我说想他，他就给了我个地址。可当我欣喜若狂地赶过去时，只看到一群人欢呼赌赢了，哭着打电话给他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丢了句：“我就是随口说个地方，又没说我在。”他总是这样，无时无刻不狠狠地践踏着我的爱意和自尊。我是真的累了。侍应生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，我只挥挥手：“没事了，去忙吧，见我这么无波无澜。”顾程燕的眉头深深皱了起来，她故技重施，与宋小荣耳似病魔，极尽暧昧。他们身边不断发出起哄声。在顾程燕第3次把口中的香槟都给宋小荣后，并挑衅地看向我时，终于看到我推开椅子向外走去。他推开宋小荣追了几步，扯住我讥讽道：“受不了了，我可不会要这么小气的人做顾太太。”我一把挥开反问：“顾程燕，你哪来的自信？我肯定会选你。”顾程燕像听了天大的笑话：“不然，陆家刚遭受毁灭式的投资失败，沈家灭为是病秧子。至于裴家，他嘴角翘起刻薄的弧度，就是个凑数的，不提也罢。霍影，除了我，你没有别的选择。一切在生日那天自会分晓，我懒得再给他们提供饭后娱乐。”刚要上车回家，宋小荣跑了出来：“霍影，父亲和顾程燕都不在，他就懒得装了。爷爷结婚，你就得到他了。名分最不重要，能睡在他身边的才是真的顾太太。”他说的入骨，我只摸着古董戒指笑得浅淡。可偏偏你最想要的，不就是这个最不重要的名分吗？宋小荣笑容一滞，气得几乎站不住。他知道我在讽刺什么。我父亲从小学开始资助他，毕业后还让他来霍氏上班，本以为是帮他打开人生大门，没想到打开的是潘多拉的魔盒。上辈子他为什么失踪，始终是个谜。这次我决定置身事外，好好看看这对鸳鸯的结局。父亲说，联姻一旦官宣，会很快举行订婚宴，让我先准备起来。在设计师的工作室，我迎面撞上宋小荣，她近来被顾程燕打扮得珠光宝气，乍一看倒真像谁家的千金小姐。她正在和顾程燕视频，看见我娇笑道：“程燕哥哥，我刚去看霍叔叔，他说是小莹姐来挑订婚礼服了。”这就碰上了。顾程燕也看见了我，笑容立刻淡了。霍影，别白费心思了，就算你穿得再美，在我眼里都连蓉蓉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宋小荣假意嗔怪：“你快别说了，别让小莹姐没面子。”她撑开手在我面前转了圈：“小莹姐，你看我这身礼服好看吗？是程燕哥哥送的，就是有点小了，他让我来改改尺寸。”我本来不想理他，可看清他的礼服后，心神俱震。“你怎么有这件礼服？”我看向屏幕里的顾程燕：“是你给他的？这明明是我已故的奶奶亲手为我设计的。作为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师，这是她最后一件得意之作。前世我曾指着她幸福地对顾程燕说，要穿着它嫁给他。我一直把它珍藏在京郊霍家的别墅，也不知道顾程燕什么时候拿走了，还送给了宋小荣。脱下来，现在我寒声道。”宋小荣快吓哭了的样子：“这是程燕哥专门买给我的。”“霍影，你犯什么病？”顾程燕勃然大怒：“要欺负人也看看场合，像泼妇骂街似的，你哪有资格站在我身边？”我吼回去：“顾程燕，你说清楚，这件衣服到底哪儿来的？我买的。”他也加大了音量：“霍影，你再无理取闹，我保证你会后悔。你们别为了我吵架。”哎呀！他惊慌下踩到了裙摆，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世上仅有的礼服被生生扯碎，我心神俱震，一巴掌打在他脸上。宋小荣哭喊着扯我：“小莹姐，就算你嫉妒我，也得顾及程燕哥哥啊！”顾程燕的愤怒几乎冲出屏幕。霍影立刻马上向蓉蓉道歉：“你干什么？”默默地撞进一个散发草木香的怀抱，头顶上方响起沉冷的男声：“裴昭也，
宋小荣根本不认识他，面目扭曲。你是哪根葱？你知不知道我不认识你，只知道这位是霍先生的掌上明珠。裴昭也轻抬眼皮，眼里盛满碎冰。你是想当众殴打霍家独女吗？霍家独女几个字一出，宋小荣明显抖了下，顾承彦也沉默了。明明是宋小荣的礼服被扯烂，裴昭也却脱下外套披在了我身上。他垂眸，却只是看着我的斜肩，声音染上一丝不易察觉的柔情。小姐，我送您回家。20岁生日宴那天，顾承彦进门时脸色还是不好看。霍伯伯说，待会儿让我们4个去他书房，先小范围公布结果。他走近我，霍颖，你现在跟蓉蓉道歉，我还能考虑原谅你。他动作太大，差点踩到了我的礼裙，有人及时拉着我后退了一步。我回头，只见裴昭也垂眸问，没事吧？顾承彦见是他，不屑轻斥，小门小户就会献殷勤，别以为你来了就有资格跟霍家联姻，不过是凑数罢了。最后问你一次，跟不跟蓉蓉道歉？我别过头去，懒得理他。裴昭也眼睛微眯，沉默地看着我们。霍颖，你等会儿别哭着求我原谅。顾承彦最后丢下一句，愤然离开。宴会开始前半小时，金北4大家族嫡长子齐聚我父亲的书房，他们不知道我就在隔壁房间里，在监控上看着屋内的一切，得到父亲的首肯。律师郑重宣读文件，经证实公正，兹选定裴昭也为霍氏第7代独女婚配对象，以及集团下任总裁，全面接管霍氏产业。裴昭也猛然抬头，双眼写满惊喜。哐！什么东西碎了，发出震天巨响。不可能！顾承彦失声叫道。父亲皱眉，顾先生是对霍家的决定有什么不满吗？他威压如山。顾承彦低下头，但还在念声。怎么可能？霍颖，怎么可能没选我？他为什么非要选你？父亲的声音已没了半分温度。你几次3番践踏他的自尊，真以为我不在场就不知道？没出手，只是顾忌莹莹喜欢你罢了。别太自信了，顾先生。顾承彦神经质地说着，不可能。父亲挥手，让人把他拖出了房间。等所有人都走了，父亲把我叫过去。明宇，你真的想好了？等会儿当众宣布，你就彻底没法后悔了。我坚定的点头，是，我早就想好了。也好，裴家小子还算是个好苗子，这几年核心业务也在往京北移。父亲怜惜地摸我的头，要不是你太爷留下的这个遗嘱，再加上我身体不好，我真的不想让你为霍家牺牲幸福。我笑着摇头，爸爸别担心，我会幸福。生日会上，父亲请公证人在场，当众宣布了这个决定。婚礼后，我会正式退居2线，由裴先生接手霍家业务。所有人都难掩惊讶，满场找起本该是男主角的顾承彦，却不见他的身影。我戴着皇冠，穿着钻石礼服，缓缓走下楼梯，掌声鸣动。裴昭也走到宴会厅的中心，抬起璀满星光的眼睛看向我。被轻视多年的裴家，这一世终于走到了京北名媛圈的中心。我看着裴昭也那被高定西装完美勾勒的宽肩窄腰，暗暗咽了口水，视线上移，不经意地对上他的双眼。上一世，我意外出车祸后，魂魄因强烈的执念飘荡在半空，于是看到了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，裴昭也。他好像很急，连下车都是滚下来的，跟着救援队挖了9个小时，他才看到了我残破不堪的尸体。他不顾漫天的冰雨，沉默地脱下衣服盖在尸体上。霍家的人来收敛尸身，他却只站在黑暗里，垂着脸不知在想什么。我下葬后，他刻意讨好起顾承彦，然后趁一次送醉酒的顾承彦回家，带着他翻下了跨海大桥。我惊诧无比地看见裴昭也微笑着把一朵风干的铃兰别在胸口，下一秒毅然决然地冲向大桥防护栏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就该不顾一切把你抢走。这是裴昭也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想起那刻的震撼，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有片刻失神，在想什么。他好听的声音传入耳膜，我的耳廓热了几分，刚要回答，却有个不和谐的声音划破美好。霍颖，你是不是有苦衷？你怎么可能选裴家，却不选我？顾承彦闯进来，看到我和裴昭也紧握的双手，眼睛瞬间猩红。明明你口口声声的说爱我，明明你前世顾家的人呢？父亲严厉地打断他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不把霍家放在眼里吗？顾承彦的父母几乎咬碎牙，连连道歉，但还是不甘心地问，霍小姐一直是属于我家承彦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改了主意，除非放出视频证据，不然我绝不相信。顾承彦咬牙道。父亲不再说话，抬手要让保镖进来，我却拦住了。既然顾家有要求，那就给他们个面子。视频当众播放，顾承彦死死盯着屏幕，
当看到父亲话音刚落，我就毫不犹豫地说出裴昭也时，他的瞳孔剧烈震了下。我身边的裴昭也是一怔，然后更紧地握住了我的手。霍影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我奇怪地看向顾承彦，他的头发乱了几根，胡乱地要来扯我。就算是想让我吃醋，也该有个分寸，没必要拿联姻来赌气。再说下去，就真的没有专判余地了。裴昭也将我藏到身后，脸上满是冷冽。顾先生，你过分了，请你不要靠近我的未婚妻。顾承彦大吼：“让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他是我未来的丈夫，霍氏和裴氏未来的掌门人。自始至终，我选的都是他。”我推开裴昭仪，带着傲然的浅笑看向顾承彦。顾承彦，从此我霍氏还有霍家与你再没有半点关系。他愣了，像没听懂我的话。父亲发话，再要来这终止与顾氏的一切合作。他被保镖狼狈拖，嘴唇微着，却始终没能再说出一句话。订婚宴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，我兴致勃勃地要拉着裴昭也去看订好的礼服，却被他按在车里。莹莹，我们聊聊。裴昭也有点忐忑地看我，你为什么选了你？他点头。你觉得我是为了什么？裴昭也抿唇，丝毫不见那天为我挡住顾承彦的气势。如果你是为了气他，不得已才嫁给我，我不希望你委屈自己。我暴毙看他，你从哪看出来的？他的眸色在浓密睫毛里闪了闪，给我看了张照片。那个伯伯的生日宴，我也去了，去得有点晚，只看到你跟他说话。离开时神色很落寞。裴昭也垂着眼。其实宣布之前，我也以为你肯定会选他，从来不曾，也不敢想会是我。毕竟裴家在4大家族里的确实力最弱，我配不上你。我放大那张照片，想起来了，那天我离开时无意看到用来装饰的铃兰，想到了前世的婚礼和裴昭也惨死的一幕，才会心情酸涩，与顾承彦半毛钱都没有。我转了转眼睛，猝不及防地捧起他的脸，在他微凉的薄唇上啄了下，笑着看他呆住的模样。不许看图说话，我要嫁的就是你，我说配就配。裴昭也，我要求你今生今世不许再提那些无关的人一句。裴昭也的眼底漫出点点星光，汇集成一片灿烂星河。他低低笑了声，不知从哪拿出一串铃兰钻石项链，虔诚地牵起我的手吻了下。遵命，裴夫人。生日会后的1个多月，我都沉浸在与裴昭也的恋爱中。前世当舔狗，顾承彦对我施舍一点温情就感恩戴德，这一世跟裴昭也在一起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他的眼睛永远看着我，且只看着我，连余光都不会分给其他人。我需要什么，他总是第一时间就注意到。我们经常腻歪到半夜还在语音，害得我早上总是睡过头。那天我起晚了，正吃早午饭，却听管家说宋小姐在门外，说来看望先生。我冷笑，走到门口一看，可不正是宋小荣。她跟门口的保安争得脸红脖子粗。你居然敢拦我！霍先生把我当女儿看的。我懒懒地踱出来。你哪位？我爸记性再差，也不会记不清女儿和资助生吧？听见资助生，宋小荣脸色变了又变，勉强浮出笑意。小影，霍伯伯在吗？我想找他说说，能不能再让我回霍氏？我轻吃，不是你自己辞职要去做顾承彦助理的吗？闻言，宋小荣脸白了白，我暗自挑眉。顾承彦前世言之凿凿的真爱，才1个月就不行了。你当霍氏是你家厕所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送客。却听滴滴2声，我和宋小荣同时回头，只见几辆宾利排成列开过来，车上装了满满当当的东西。裴家管家下车向我躬身道：“霍小姐，我家少爷让我来送彩礼。”我点头。裴昭也呢？少爷去亲自查看订婚宴场地了。我脸上的甜蜜藏不住，宋小荣却绞着手，脸都气白了。我懒得再理他，正要回去，却见又有一队豪车开过来。偷车停下后，在我和宋小荣诧异的眼光中，顾承彦拿着捧花下了车。承彦哥哥，宋小荣惊喜叫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理我的。”他含羞嗔怪道：“你怎么找我找到这来了？”被小莹姐看到这多不好意思。顾承彦却与他擦身而过，向我跪下送上捧花。莹莹，我来给你送彩礼了。宋小荣的笑僵在了脸上，我只觉得可笑。顾承彦，你脑子没病吧？莹莹，我反思1个多月了，还不够吗？顾承彦举着花的手微微颤抖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连改过的机会都不愿给我吗？为什么你知道错了，我就必须要原谅？带着你的东西滚！宋小荣走过来，流泪扯他的衣角。承彦哥哥，你怎么能？你不是说我才是真爱吗？你没脑子吗？顾承彦不耐地挥开他，我怎么会娶个没家室的女人？不管我怎么玩，但娶的人只会是莹莹。
宋小荣难以置信的后退，脸白如纸。你哪来的脸啊，顾成业？我嫌恶地看他，女人想玩就玩，想娶就娶，真当自己是太子爷了。我一句都不想多说，转身要走。上辈子真是眼盲心瞎，居然看上这么个货色。他猛地朝我窜过来，却被早有准备的保安拦住。莹莹，求求你别走，我还有样东西要给你。顾成业让人拿了个盒子打开，我修好了你的礼服，你好歹看一眼。我淡淡瞥了眼，扯坏的地方全被金线补好了。可这样一来，原本高雅的设计全被破坏，变得庸俗不已。我说过，我不要了。再喜欢的东西，坏了就是坏了。我冷冷睨他，顾成业，我不爱你了。我是裴昭也的未婚妻，请你以后自重。我利落离开，再也不曾回头。裴昭也送的彩礼太多，我和管家清点了一整天。第二天，管家告诉我，那两人昨天后来又大吵了一架，顾成燕还打了宋小荣。警察来了才被劝走。半夜，顾成燕又绕了回来，在门口坐了一夜。小姐不用担心，霍先生和裴先生都派了人盯着他。霍先生还说会终止跟顾氏的合作。我敷衍地说知道了，转头对屏幕里的裴昭也撒娇，你的彩礼也太多了，我手都点抽筋了。我在去你家的路上给你按一整天好不好？他眼睛弯成月亮，我的心突然漏跳了一拍，指尖不自觉描摹他的脸。裴昭也，快来，我想你了。可能是那天受挫太深，顾成燕很久没再出现。我们顺利举行了订婚宴，感情一天比一天好。半年后，我和裴昭也举行了婚礼。这次婚礼的规模比前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同的是，前世是我没日没夜的设计，而这次是裴昭也一手策划的。除了我的婚纱，别的他什么都不要，我管。我想给你一个惊喜，裴夫人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娶到了最爱的女人。婚礼当天，全城轰动，万人空巷。裴昭也的接亲车队贯穿整个京北，然后整齐列队在我家门口。我看着满车摇曳的铃兰，为他与我的心有灵犀讶然，回头却撞进裴昭也如星子般璀璨的瞳仁。他像那天在车里般虔诚地下跪亲吻我的手背。我来娶你了，裴夫人。为了婚礼，裴家紧锣密鼓在近郊建了座庄园，那也是我和裴昭也以后生活的地方。去庄园的路上，他始终与我紧紧十指相扣，唇角一直噙着温柔笑意。可没想到半路出了岔子，车队突然紧急刹停，前头传来嘈杂声。别怕，我来处理。裴昭也拍拍我的手。下车时，面容已变得冷肃。我被庞大的婚纱裙摆困住，只能干着急地将头探出窗外，却什么也看不到。砰！我被这声像是肉体撞到车门的巨响吓了一跳。前世裴昭也赴死前的微笑不合时宜地跳进脑海，我的心忐忑地狂跳起来。裴昭也，他不能再出事。我不管不顾地冲出去。裴昭也，却见顾成燕在引擎盖上痛苦蜷着身子，嘴角溢出一丝血迹。裴昭也看见我，忙放下举着的拳头。莹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慌忙冲过去上下查看。你没事吧？有受伤吗？他的狠厉神色急速褪去，柔声道：放心，我没事。莹莹，我这样了，你都不问问我有没有事吗？顾成燕狼狈站起身，眼底闪着痛色。以前明明我受一点伤你都心疼的不行，我像没听见。事情处理完了吗？完了，赶紧走，婚礼有及时的。莹莹，你真的忍心不管我吗？我只是犯了一次错，你就要惩罚我一辈子吗？我跟宋小荣只是逢场作戏，爱的只有你。顾成燕，你居然敢这么说！宋小荣不知从哪里冲出来，脸上带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。我终于逮到你了！你居然让保镖打我，还把我打晕拖到医院流产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那也是你的孩子。他脱力地瘫在地上，突然哀嚎一声，随即痛苦地捂住肚子，有血慢慢地溢出来。顾母也赶到了，居高临下地睨着他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给了钱还送你出国，是你自己犯贱，非要拼一个顾夫人的名头。你害惨程燕和顾家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。看来上一世宋小荣的失踪，应该就是顾母的手笔。可不管顾母和宋小荣怎么闹，顾成燕都无知无觉。他始终只盯着我，大声喊道：莹莹，我错了，再给我次机会好。尖利的警笛声打断了他，有话滚去跟警察说，我们赶着结婚。裴昭也像看垃圾一样看他，好歹是顾家嫡长子，连体面都不懂吗？顾成燕被摁进警车，眼睛还不甘地粘在我身上，直到我与裴昭也牵着手渐行渐远。还好裴昭也早有准备，警察来得及时，没耽误我们的婚礼。万众瞩目间，铃兰摇曳处，我与裴昭也郑重许下了一生的诺言。
终于只剩我们2人时，我给裴昭爷讲了个前世今生的故事。他听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眸色倏然暗沉，然后再次起身上前。事后，我瘫软在他怀里，迷迷糊糊问出困惑了我2辈子的问题：我们以前见过吗？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？裴昭也在我额上印下一个吻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你成人礼上。我愣了愣，全京北有权有势的人都在。裴家虽然是4大家族之一，但跟其他3家比起来，门庭冷清很多。我坐在角落没人理，就算有人跟我说话也是讽刺。直到他目光缱绻地望向我，你注意到了我，摘了朵铃兰给我，对我说，来祝福你的人都应该开开心心。于是那天，再没人敢再对我出言不逊。对我来说，你像融化冰雪的光，那朵铃兰被我风干珍藏起来，我以为这辈子能留下的只有它了。我哑然，心疼地拥紧它。你傻不傻？裴昭也笑着握住我的手。后来我又见过你2次，都是在宴会上。我想跟你道谢，但你那时满心满眼都是那个人。这些年我一直努力，就想有天你能看见我。莹莹，我做梦都不敢想你会选我。我忍住眼眶的酸涩，吻了上去。此刻任何话都多余了。婚后的一天，我在家喂锦鲤，管家把进来的八卦当笑话讲给我听。顾家不但取消了顾城燕的继承权，还宣布与他脱离一切关系，只为求得霍家谅解。我听笑了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用我的爱拿捏我久了。顾城燕也许现在才重新想起来，我是霍家独女。至于宋小荣，父亲停了对他的一切帮助，以霍家的权势，足以让全京北没有一家公司敢聘用他。但父亲说，穷寇莫追。还是没有做绝，只是由奢入俭难。宋小荣享受了上流社会的奢靡，又怎么甘愿再去做牛马？走投无路下，他竟下海做了援交，费尽辛苦搭上了一个富商，然后去了东南亚，之后便再也没了消息。我听了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想到前世我的结局，他们的下场还是太舒服了。4个月后，父亲宣布卸任，裴昭也在霍氏总部大楼召开发布会，正式接手2家集团。我看着台上已有上位者气势的裴昭也，优雅微笑，却听旁边有人失声叫道：“天台有人要跳楼，是顾家以前那个太子爷，他好像还在直播。”现场一片混乱。我陈卓元打开手机，看到一张瘦得脱了形又癫狂的脸，是顾城燕，叫霍颖来见我。他对着镜头嘶吼：“10分钟你看不见他，我就血溅霍氏总部。”手机突然被人抽走，裴昭也轻柔抚平我紧皱的眉心：“别烦心，我处理。这次我拒绝了他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”我出现在他面前时，顾城燕满脸湿润，双眼通红。“莹莹，我什么都明白，因为你。”他撕开衣服，露出腰间的一排雷管，叫裴昭也退出。“你选我联姻，否则我就在这引爆炸弹。”他嘶哑地笑着：“我得不到你，裴昭也不配。你是纯作死，少往我身上泼脏水。”我冷声道：“是我逼你出轨，还是逼你侮辱我？”顾城燕眼神疯狂：“我不管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”“好啊，你啦，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。”有人着急：“霍小姐，先别刺激他吧，万一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顾城燕就绝望嘶吼着拉开了引线，所有人都慌张地趴下，只有我抱臂逆着他，像在看场马戏表演。“怎么会？怎么会？”顾城燕揪不着，怔愣地看毫无反应的雷管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早就准备好的警察已冲上前制服了他。他的脸被踩着，正极力抬起脸，愤恨地盯着我身后的人。“是你！”裴昭也搂住我：“你没觉得这引爆计划每一步都太顺利了吗？真不知道顾家怎么培养继承人的。他不屑轻吃，不让你疯狂，怎么让你灭亡？大势已去。”顾城燕又变脸了，祈求道：“莹莹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是我重活的一世。前世你选了我，我们很幸福。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我都只爱你一个。前世今生，我忍不住想笑，终于分给他一个眼神。昔日的顾家太子爷，如今成了条疯狗。我走近他，那你倒是说说，前世我们怎么幸福？”他眼里蹦出热泪：“我们结婚了，一起好好经营霍氏，白头到老。”我忍俊不禁，仰头笑起来：“是吗？顾城燕，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吗？”我眸中沁出直刺人心的寒意。难道不是你找了一个又一个像宋小荣的情人，然后用一场意外送走了我吗？原来你……莹莹。他瞳孔震碎，浑身抖起来。“莹莹，老婆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你再信我一次好不好？这辈子我一定会对你好，好不好？”
裴昭也适时捂住我的耳朵，麻烦带走他吧，他吵到我夫人了。顾晨燕笑叫着被烤枣，这一世监狱成了他的归宿，天台重归平静，草木香钻入鼻腔，让我隐隐作痛的头舒缓下来。没事了。裴昭眼眸中星光闪动，以后都不会有事了。我与他紧紧相拥，未来的日子有阳光，有微风，有爱的人，真好。